我是林婉，今天是我老公发100万年终奖的日子。喂，老公。老婆，跟你说个事儿，今年公司效益不好，又没有发年终奖。 5年时间，避孕套都要和我 AA 的老公，却把刚到手的100万年终奖转给了怀孕的闺蜜。结婚5年，我和傅泽明坚持 AA， 房贷各还一半，水电燃气精确到分。朋友们笑我们不像夫妻，像合租舍友。我总替他辩解，经济独立，感情才能纯粹。这个月 A 的水电费你就先垫上吧，回头我转你。好，行，我先挂了啊。收款人是薇。哇，100万！你什么时候找了个这么厉害的？林婉，看看人家老公，你家副总今年发了多少？婉婉家是 AA 啦，各管各的钱，不一样的。期待宝宝的出生哦，什么时候发喜糖呀？那是他在实验室做实验时划伤的，我清楚的记得，错不了。婉婉，晚上临时要加班，不回来吃了，可能结束的晚，我直接住公司附近酒店。是吗？那需要我去给你送点饺子吗？不行，我是说不用了，外面太冷，我怎么舍得让你吹冷风？傅泽明，真的是这样吗？妈，您别忙活了，他不挑食的。他不是说加班吗？算了，不是在陪许巍就好。阿姨，这个车厘子好甜呀！甜你就多吃点儿，怀着身子呢，可得好好补。婉婉，你怎么来了？快过来坐。婉婉，真巧啊！我今天回家在路上不小心摔了一跤，刚好泽明路过，就顺路捎我来阿姨家歇歇脚，要不然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老公，你不是要加班，怎么来看爸妈了？会议临时取消了。是，泽明也是刚到，这孩子孝顺，除夕刚下班就赶早来看我。你看这多巧，小薇正好在附近摔了，让泽明碰见就顺路送来。妈，我突然想起来公司还有点急事儿，就先走了。妈，你别担心，他的脑子一辈子也想不到我会做这些。他爸当年是厉害，可他不顶用，没继承半分。说起来，他爸当年对你还真不错，要不是他爸，你能进那么好的单位，能有今天？就算没有他，凭我的实力也照样能混出头。就是因为他，多少人明里暗里说我吃软饭。既然你这么不要脸，那么我就要让你们全家身败名裂。行了，人都死了，还提这些做什么？泽明现在可不比那个老东西差。对了，阿姨，您上次说咱老家那套老房子，我托人打听过了，那片区要拆迁，补偿款能拿200多万，这钱得赶紧转走，不能让他分走半分。那就转到小薇名下。婉婉那孩子其实不差，就是生不下来。可不是嘛，结婚5年了，连个蛋都没下一个。泽明是富家独苗，总不能在他这儿断了香火。还是我们微微争气，一怀就是儿子。妈，等孩子生下来，您就搬过来住，方便照顾微微和孩子。那他呢？等微微孩子生下来就摊牌。结婚5年没孩子，犯了7出，让他净身出户都不为过。他那种死要面子的性格，不敢出去说的。反正钱我早都转完了 ，AA 是他自己愿意的。他以为他清高，其实就是蠢。就是，行了，不说他了。就是。来，我们吃菜，来。婉婉，爸爸这辈子最后悔的就是把你教得太好，好到宁愿吃亏也不肯伤人。谢谢你陪我等日出。
却是父亲出殡的前一天。是许巍，是许巍酒驾撞死了爸爸。李女士，根据你提供的线索，我们重新核对了5年前的这起交通肇事案，肇事司机确实叫许巍，酒精检测报告显示为醉酒驾驶。那为什么他没有被起诉？为什么我爸爸就这么白死了？因为当时我们收到了受害者家属签署的谅解书，放弃了追究肇事者的刑事责任。你看这里，签这份谅解协议的人叫傅泽明，他当时的身份是你的未婚夫，以家属代表的身份处理了所有的后续事宜。他说这是你们全家的意思。原来从5年前开始，我就活在一个用我父亲的鲜血写成的巨大谎言里。查到了，看来你还是不死心啊，林婉。婉婉，事到如今你还折腾什么呢？你爸已经死了5年了，就算现在知道了，又能怎么样？许巍，你撞死我爸！傅泽明，你帮他脱罪！你们是魔鬼！林婉，你说话前先过脑子。要不是你那个死鬼老爸当年非要提携我，让我在公司里像个吃软饭的，我会这么恨他吗？要不是你占着傅家太太的位置5年都不下蛋，我会去找薇薇吗？这一切都是你和你爸自找的。我要杀了你们！去死吧，林婉！去给你爸陪葬！是你救了我，傅泽明和许巍呢？他们在哪里？我要去报警，我要去揭穿他们！他们想杀我，我亲耳听到他们承认了一切，警察会相信我的。警察只相信证据，而现在所有的证据都在他们那边。你什么意思？意思就是在你失足落水的这段时间里，傅泽明和许巍已经报了警，并且接受了媒体采访。他们告诉所有人，你因为无法生育而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和被害妄想症，于今天下午突然情绪失控后失踪。他们正心急如焚地寻找你。婉婉她精神压力太大了，总觉得有人要害她。我求求大家，如果看到她，请立刻联系我们。婉婉，你快回来，我们不能没有你。都怪我，我不该跟他争论，他只是太想要一个孩子。情况就是这样，单靠你自己是斗不过他们的。5年的 AA 制，我以为是尊重，结果是在掏空我的家底儿。我最好的闺蜜睡了我的丈夫，还怀了他的孩子。现在我才知道，连我爸爸都是他撞死的。而我的丈夫，我爱了这么多年的男人，亲手帮他掩盖了罪行。他们怎么可以这么对我？怎么可以？说完了。我该怎么办？他们把我变成了疯子，全世界都站在他们那边，我斗不过他们。你一个人确实斗不过，但是如果加上我的，你为什么要帮我？我叫江晨，是一名商业律师，我和傅家也有一笔账要算。10年前，傅泽明的父亲傅远山用极其卑劣的商业欺诈手段，恶意收购了我家的公司，导致我的父亲投资失败，一夜白头。傅家真的就一个好东西都没有吗？我一直在等一个机会，一个能让他们连本带利还回来的机会，而你就是这个机会的扳机。傅泽明和许巍的弱点，傅家的软肋，我比你清楚。我可以为你提供所有的资源、信息和法律策略，帮你拿回属于你的一切，让他们身败名裂，接受法律的制裁。这既是帮你的父亲和你讨回公道，也是为我自己复仇。我需要一个从内部引爆傅家的人，你需要一个为你提供武器和弹药的盟友。我帮你，但你要答应我，从现在起收起所有眼泪，你的大脑将是你最强的武器。你能做到吗？傅泽明他造的孽，我会让他得到该有的报应的。傅泽明公司的最新财报，以及他和你婚后所有通过第三方账户流转的大额资金记录，我已经整理出来了。他们的资金大部分流向了一个开曼群岛的信托基金，受益人是许巍。这个信托的管理人和傅泽明大学时期的导师有密切的商业往来。我需要你查一下这条线，看看有没有代持协议的痕迹。你学得很快。因为仇恨是最好的老师，他们以为我死了，以为自己赢了，可他们不知道，死亡才是我真正的开始。婆婆封建思想根深蒂固，极度重男轻女，她唯一的软肋和驱动力就是所谓的傅家香火。公公性格懦弱，习惯性沉默自保，要让他开口，除非傅家的毁灭会直接牵连到他个人无法承受的后果。傅泽明极度自负又极度自卑，
他一生都在追求外界的认可和世俗的成功，最怕的就是被揭穿无能的一面。许巍极度诚信，贪得无厌，最擅长扮演柔弱无辜，博取同情。所以，他们的第一个软肋，就是他们自以为是，并且即将向全世界展示的深情与无辜的受害者形象。小薇啊，你可得好好养着，多吃点儿。我们傅家的大孙子就全靠你了。林婉那个不下蛋的母鸡，总算是滚蛋了，真是老天开眼。妈，您放心，我和泽明都商量好了，等把林婉名下那套市中心的公寓卖了，就用那笔钱成立一个慈善基金。基金的名字我都想好了，就叫婉晴反网络暴力与抑郁症关怀基金。对外就说林婉生前就有严重的抑郁倾向，我们是为了完成她的遗愿。这样一来，既能博一个深情的好名声，又能把她的财产洗得干干净净，一举两得啊！我儿子就是聪明，这主意太好了。我这几天也在外头跟那些老姐妹们说了，说林婉精神一直不正常，有被害妄想症，老幻想泽明在外面有人，这下正好能对上。来，我们一家人为了即将到来的新生活，为了我们傅家未来的继承人，干杯！也祝林婉在天堂能够安息。他留下的这一切，我们会替他好好享受的。我的心情至今无法平复。本周六举办公开追思会，全网直播。我们会将小爱化为。这是追思会现场的布局图，安保路线、媒体席位和直播机位分布。他们包下了国际会展中心的整个3号厅，请了30家主流媒体，现场安保很严密，由富士集团自己的安保团队负责。这里消防通道是安保盲区，我可以从这里进入。直播时，主机位在正前方，但为了捕捉他们悲痛欲绝的特写，一定会有2个游击在舞台两侧活动。当傅泽明上台致悼词，全场灯光和所有镜头都会聚焦在他身上的时候，就是你登场的最佳时机。灯光和镜头会下意识地跟随突然出现的不速之客，你有大概5秒钟的时间，在他们反应过来切断信号之前，走到台前。足够了。我要让追思会舞台变成审判他们的刑场。林婉，欢迎回来。我和婉婉从大学相识到步入婚姻的殿堂，整整10年。她是我生命里的光，是我唯一的挚爱。我真的无法接受她就这样离开了我们。婉婉生前最是善良，她一直都有个心愿，就是能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所以今天我决定将我和婉婉名下的所有共同财产成立一个以她名字命名的慈善基金会，全部捐献给社会，以此来完成她最后的心愿。傅泽明深情好男人，太感人了。我的追思会怎么能少了我这个主角呢？婉婉，你没死，你真的没死，太好了！你知不知道我有多担心你？林婉，你敢乱说一个字，我就告诉所有人你是受了刺激的疯子，让你下半辈子都在精神病院里过。我的好儿媳呀，你跑哪儿去了？你是不是怪我们催你生孩子，压力太大就离家出走了？回家就好，回家就好啊！可吓死我了！傅泽明，你的表演还是一如既往的精彩。他想干什么？泽明哥，那个黄脸婆什么时候才肯离婚啊？我等不及要做富太太了。离什么婚？多麻烦！再等等。等什么呀？等他死了，他的一切，他爸留给他的公司，就都是我们的了。
陆总，视频里的是真的吗？您和许小姐是什么关系？小姐，你不是林婉最好的闺蜜吗？你为什么要这么……陆总，林婉女士的意外失踪是否和你们有关？这是谋杀吗？妈呀！太懂了，大害大喜，谋财害命！报警，赶紧报警！心疼林婉，被丈夫和闺蜜联手背的。我们解决事故多快！这位女士，在公众场合意图伤人是违法行为。你谁呀你？滚开！我教训我家的儿媳妇，关你什么事儿？放开我！你敢打我！各位媒体朋友，大家好，我叫江晨，是林婉女士的独家代理律师。现在，我代表我的当事人林婉女士，正式向各位说明：第一，针对傅泽明先生与许薇女士长期存在不正当关系，并捏造事实、恶意诽谤我当事人名誉的行为，我们将以诽谤罪提起刑事自诉。第二，针对傅泽明先生在婚姻存续期间涉嫌非法转移、侵占我当事人婚前及婚后共同财产的行为，我们已经向法院提交了财产保全申请与离婚诉讼，涉案金额巨大，已构成职务侵占罪。林婉，你这个不会下蛋的母鸡，你闹这么大，不就是嫉妒吗？你嫉妒薇薇年轻漂亮，嫉妒薇薇能给我们傅家生孙子，你生不出来，你就是个废物。傅家到底哪里对不起你了？你自己生不出来，伪造这种下三滥的视频来污蔑他和我儿子。妈，您别说了，别再刺激林婉了，她病了，她现在不清醒。各位，对不起，让大家看笑话了。我和婉婉结婚5年，感情一直很好，我爱她胜过爱我自己。我们唯一的遗憾就是一直没有孩子。我从来没有怪过她，我一直安慰她，陪她去最好的医院治疗。但我真的没想到，这件事对她的压力会这么大，大到让她产生了幻觉，开始幻想我和她最好的朋友有不正当关系。哦，原来是生不出孩子啊，怪不得呢。这傅泽明看着真是个好男人，太深情了，可惜摊上这么个事儿。可不是吗？豪门媳妇儿压力大，心理出问题也正常。你看他瘦的，一脸刻薄相，估计就是嫉妒。婉婉，跟我回家，我们不闹了，好不好？我带你去看最好的医生，无论你病成什么样，你永远都是我的妻子，我绝不会放弃你。疯子，你拿什么跟我斗？是吗？既然你这么关心我这个生病的妻子，那么有些事儿，你是不是也该向大家解释一下？各位媒体朋友，作为林婉女士的代理人，我希望在大家对林女士的精神状况下结论之前，不如先看一些事实。傅先生刚才的表演令人动容，他说他深爱妻子，绝不会放弃生病的妻子。那么，我们就来看看这位深情的丈夫在妻子失踪期间都做了些什么。这份银行记录显示，在林婉女士被外界报道因抑郁症失踪的第3天，傅先生就试图将林女士婚前各上账户下的500万合期存款，通过非法操作转移到他本人的海外账户。这份房产交易意向书则表明，傅先生在同一时间紧急联系了中介，准备以低于市价20%的价格，快速出售林女士名下那套位于市中心的全款公寓。请各位注意，以上提到的存款和房产，全部都是林婉女士的婚前个人财产。我想请问傅先生，一个焦急万分四处寻找失踪妻子的丈夫，会一边在镜头前哭诉自己的悲伤，一边迫不及待地变卖他的资产吗？这究竟是对妻子的关爱，还是对他身后财产的迫切觊觎？傅先生，这是真的吗？您为什么要转移林女士的财产？您的深情都是演的吗？您是不是早就盼着林女士出事，好霸占她的财产？傅泽明，这还只是开始。关于你如何骗我的钱，如何联合你的家人算计我们还有很多账要算。不过，这些跟另一件事比起来都不算什么。我们也该好好聊聊5年前我父亲那场车祸到底是怎么回事了。泽明，他知道了，他要说出那件事了，我们会坐牢的。我不要坐牢，我怀着你的孩子，我不能坐牢。闭嘴！有什么用？他一定是在诈我们。当年的事处理得干干净净，他不可能有证据。是我启动最高级别的危机公关，代号净化。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花多少钱，我要在一夜之间让全网都相信林婉疯了。就从他有家族精神病入手，说他从小就偏执孤僻，把能想到的脏水全往他身上泼了。
刘院长吗？我是傅泽明，有件家事想请您帮个忙。我妻子林婉，她最近精神状况非常不好，出现了严重的被害妄想，还有暴力倾向。我需要一份她的医疗诊断书，对，重度妄想症。您放心，我们傅氏集团下个就体检合作，还有您儿子的工作，价格不是问题，对，越快越好。只要把林婉变成一个法律意义上的疯子，那他说的话就再也没有人会信了。舆论只是第一步，掩护而已。这是他们的杀招，这是他们通过非法途径收买无良医生伪造的。根据我拿到的消息，傅泽明已经拿着这份证据向法院申请了对你进行精神鉴定的强制执行令。他们不只是想让你身败名裂，林婉，他们是要抢在开庭前把你从一个手握证据的原告变成一个法律上没有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他们要把你送进精神病院。为什么都要骗我？原来这个世界全是谎言。海水的味道搞冷，爸爸，我想亲了，我是不是该去找你了？联系了本市最有影响力的几家媒体，鱼儿已经撒下去了。万事小心，他们是疯子，什么都做得出来。放心，我等着他们发疯。泽明，你看，刘院长亲自开的诊断证明绝对权威。我还跟好几个老邻居、亲戚都哭诉过了，就说林婉最近精神不正常，天天闹着要自杀，都快把我们折磨死了。他们个个都信了。泽明，快看，他自己都承认自己要不行了。真是天助我也，他这是自己把头伸进了绞索里。既然他自己都为我们铺好了路，那就别怪我们心狠了。喂，安和精神病院吗？对，我之前咨询过的，我妻子现在情况非常危急，有强烈的自杀倾向，就在家里闹，必须马上强制治疗，手续我都准备好了。傅先生别急，我们马上派人过来，有诊断证明就好办。联系好了，明天上午我们就带人过去接他。我已经通知了记者，全程直播，我要让所有人都亲眼看看，是他林婉自己疯了，不是我傅泽明负心。等他被关进去，这个世界就彻底清静了。林婉，开门！妈妈知道你在里面，你别做傻事儿啊！开门啊！我的儿媳呀，你这是怎么了？有什么想不开的跟妈说呀！泽明，快救救你媳妇儿！林婉，我知道你病了，我们不怪你。你看，我们请了最好的医生来帮你，只要你乖乖接受治疗，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我们是一家人，永远不会放弃你的。病人情绪很不稳定，有暴力和自残风险，立即把他带回医院。快！住手！谁敢动他？这是林婉女士24小时前在市级正规医院做的精神状况司法鉴定报告，结论是精神状况完全正常，无任何精神类疾病。傅先生，您这份由私人诊所出具的，且无病人本人在场签字的证明，在法律上不具备任何强制力。更何况，我们有理由怀疑你涉嫌伪造医疗证明，意图非法限制他人人身自由，性质非常恶劣。同志，我要报案，傅泽明意图谋杀。傅泽明伙同他的情人许巍，在半个月前，也就是2月20日晚上9点左右，在临海公园的观海环线上，合力将我推入海中，意图谋杀我。如果不是一位好心的夜钓渔夫碰巧经过救了我，我现在已经是一具冰冷的尸体了。你胡说！你疯了！拿出证据来！我们已经向贵局提交了初步证据，包括当晚临海公园入口的监控录像，清晰拍到林婉女士与傅泽明、许巍一同进入，但最终只有他们2人离开。此外，还有救起林婉女士的目击证人周博的完整证词，他可以证明林婉被救上岸时浑身湿透、奄奄一息，并且亲耳听到她呼救。根据报案人林婉女士的指控以及江晨先生提交的初步证据，我宣布，警方正式对傅泽明、许巍涉嫌故意伤害、谋杀随意案进行立案侦查。我同意。傅泽明先生，现在请你跟我们回警局，就林婉女士的指控接受调查。不是的，
我没有。富士集团董事长傅泽明今日因涉及一桩刑事案件，正在被进行调查。受此影响，富士集团股价今日开盘即大幅下跌。正在被调查。傅泽明，你这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废物！开之后，于今日早间宣布，董事长兼总经理王建。您好，我是许巍。现在我确实遇到了困难，我打电话来是想跟您谈一笔生意，一笔能让您彻底吞下富士集团的生意。哦，你能给我什么？富士下个季度所有项目的底标，还有他们最重要的海外客户核心名单，我全部可以给您。我只有一个条件，5000万和一张今晚飞往瑞士的机票。许小姐，你拿出的这些东西确实诱人，但傅泽明还没彻底倒下，我怎么相信你不是在诈我？这里面是富士集团内部近3年的财务漏洞和违规操作证据，足够审计部门把他盯死。他倒下只是时间问题。王总，我的时间不多，你的机会也仅此一次，成与不成，一句话。许小姐快人快语，我喜欢，合作愉快。鱼儿开始找新的池塘了。傅泽明如果知道，一定会很有趣。泽明，你可算回来了。公司的事儿，你爸会想办法的。现在最要紧的是微微肚子里的孩子，我们傅家的根啊。孩子，他都快把我们整个家卖了，你还惦记他肚子里的孽种？泽明，你回来了，你没事吧？我担心死你了。担心我？是担心我死得不够快，耽误你找下家吧？王总给了你什么价钱？你什么意思？我不知道你在谈什么，我只是找朋友帮忙打听你的情况。朋友？王总是我们傅家10几年的死对头，你跟他去喝茶谈心？许巍，你当我是3岁的傻子吗？是又怎么样？你被警察像狗一样带走，傅家眼看就要完了，我不得为我和孩子找条后路吗？傅泽明，承认吧，你现在就是个废物。你这个贱人，我为了你连我岳父的死都帮你掩盖了，你现在居然想卖了我！你少往自己脸上贴金，要不是为了怀上你傅家的种，我才懒得跟你这种自私的男人。傅泽明，你疯了！打坏了我的孙子，我跟你没完！都打起来了，傅泽明把许巍的脸都打肿了。听说婆婆还因为担心孙子，差点跟自己儿子动手。傅家现在可真是热闹非凡。很好，是时候了。他爆出来了，他要把当年的事全都爆出来，傅泽明，我们都会完蛋的。爸，当年那个代签谅解书的交警队经办人刘建国，快，马上找到他，给他钱，要多少给多少，让他立刻滚出国，滚去一个没人找得到的地方，永远别回来！完了，全完了！我的孙子可怎么办啊？地址在这儿，在这儿，快！你还愣着干什么？想坐牢吗？跟我走，活要见人，死要见尸！怎么办？他会不会已经跑了，或者被林婉的人先找到了？不可能。傅先生，这么晚了，在找人吗？我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想找的人现在很安全，比待在这里安全多了，所以不用白费力气了。他正在跟警察同志们喝茶。哦，对了，
他还决定申请成为污点证人，把当年收了你们多少好处，怎么帮你们伪造文件，都一五一十的交代了。各位媒体朋友，感谢大家今天到场。我林婉今天召开这次发布会，是为了揭露一桩被掩盖了5年的罪行，关于我父亲林国栋先生的死亡真相。5年前，我的父亲在一场车祸中不幸丧生，当时所有人都以为那只是一场意外，但现在我有足够的证据证明，那是一场由许巍酒驾肇事，并由我当时的丈夫傅泽明协同掩盖的犯罪。林女士，您说的这是真的吗？这是非常严重的刑事指控，口说无凭，您有证据吗？当然有，我们不仅通过合法途径获取了当年被篡改的卷宗副本，还找到了当年被他们收买、被迫改口供的关键证人。老王，只要你闭紧嘴巴，这50万就是你的，以后我们家绝不会亏待你。各位，这还不够。警察同志，我坦白，我全都坦白。5年前我看到的那个女的，浑身都是酒气，从车上下来，是傅泽明，是他求我，给了我钱，让我改口供。昨天他们又来找我，想再给我一笔钱让我出国，我受不了这种良心怎责了？肃静！傅泽明、许巍，请跟我们走一趟。根据群众举报和警方调查，现有充分证据表明，你们涉嫌交通肇事逃逸、妨碍司法公正以及故意杀人未遂等多项罪名。这是逮捕令，请跟我们走一趟。同志，你们抓错了，我儿子是好人，都是这个贱人借他毒妇陷害他的，你们不能抓我儿子傅泽明，不能抓我儿子！薇薇，快跑，快跑啊！你肚子里怀着我们傅家的金孙，是我们傅家的命根子，你不能有事，快跑！啊！我的肚子好痛！孩子，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我要流产了！同志，我怀孕了，你们不能这样对我，我要去医院，快送我去医院！我的孙子呀！你们这群杀千刀的，害我一个金孙！要是害了我的金孙，我跟你们拼命！叫救护车！我的孙子！用孩子当挡箭牌，这是他最后的伎俩了。放心，我早就料到了，这场戏他们是主角，但导演是我们。别急，让他演，送他上路的最后一程，总得让他体面的谢幕。好戏才刚刚开场。医生，我肚子好疼，快救救我的孩子！你们医院怎么回事？效率这么低，没看到病人多难受吗？她怀着孕呢，万一流产了，你们负得起责吗？快给我们找最好的专家！效率这么低，我儿媳妇要是有个3长2短，我跟你们没完！吵什么？这里是医院，不是菜市场。人已经进去了。你就是那个说要流产的孕妇？王主任，对，就是她，您快给看看，她肚子疼得厉害，都快打滚了。哪里疼？怎么个疼法？是持续性钝痛，还是阵发性绞痛？见红了吗？出有量多少？就是这里疼，一直疼，没太注意。末次月经什么时候？孕几周了？在哪家医院见的档？最近一次产检报告带了吗 ？HH 孕酮值是多少？我忘了，报告没带。我头晕。是这里疼吗？啊，对，就是这里，疼死我了，医生啊！检查完了，情况怎么样？他是否需要住院观察？这位女士，生命体征平稳，没有先兆流产的任何临床指兆。不可能，她刚才还疼得要死呢，你是不是没看仔细？庸医！同志，我从医30年，接
接生过的孩子比你们见过的犯人都多，是不是真疼？我一眼就能看出来。建议你们带他去做个更全面的检查，看看是不是别的地方有问题，比如脑子或者演技。你来干什么？来看我们家的笑话吗？你这个扫把星，都是你！如果不是你，泽明怎么会被警察带走？妈，我不是来看笑话的。泽明出事儿，我同样难过。你少在这里假惺惺！我告诉你，林婉，只要微微肚子里的孩子没事儿，我们傅家就倒不了。那可是我们傅家唯一的根。是啊，我也希望许巍和孩子能平安，毕竟孩子对泽明、对您都太重要了。我忽然想起来，什么事儿？很多年前，我和泽明结婚前，我陪他做过一次婚前体检，当时别的项目都挺好，就是有一项关于生育能力的指标，结果好像不太理想。医生说可能会比较困难，需要慢慢调理。你说什么？怎么会比较困难？你给我说清楚！妈，您别激动，都过去这么多年了，也许早就调理好了呢。泽明那个人您知道的，自尊心强，当初不让我告诉您，也是怕您担心。您别多想了，您只要相信，微微肚子里的肯定是您的亲孙子就行了。妈，你怎么现在才来？快去找全城最好的律师，无论花多少钱，一定要把我弄出去。许巍呢？他怎么样了？孩子没事吧？你看着我的眼睛，跟妈说实话。说什么实话？现在是说这些废话的时候吗？当务之急是你的身体是不是真的有问题？你胡说八道什么？我的身体能有什么问题？我好得很。林婉都告诉我了，他说你们婚前体检，医生就说你生不了，不是真的。放屁！又是林婉那个贱人，他给你灌了什么迷魂汤？妈，我可是你亲生的儿子，我没问题。是他林婉生不出来。结婚5年，林婉的肚子一点动静都没有，许巍这才多久就怀上了？你不觉得太巧了吗？你懂什么？我说了我没问题，你赶紧给我滚，去找律师，别再弄点了，滚！好啊，你不肯说是吧？我自己去查，我一定要弄清楚那个孽种到底是不是我们傅家的。阿姨，您放心，都办妥了。这事儿风险可大，被发现了，我饭碗就没了。少废话，东西给我。这是从5年前傅泽明和林婉的婚前体检报告。很好，记住，今天的事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要是敢说出去半个字。江先生，东西他已经拿走了。做得好，钱会打到你账上。傅泽明，你的帝国要开始崩塌了。妈，您怎么来了？您放心，我在这里都好，宝宝也很好。宝宝？你还有脸跟我提宝宝？你这个不知廉耻的婊子！你肚子里的孽种到底是谁的？妈，您说什么呢？这孩子当然是泽明的。不可能，这不可能，怎么会？这什么意思？许巍肚子里的孩子不是泽明的野种，他怀了个野种！你干什么去？你冷静点！我唯一的孙子没了，你让我怎么冷静？我今天就要去问个清楚！放屁！婚检报告我都看了，我儿子根本没有生育能力。你这个下贱的女人，从一开始就设计好了一切，是不是？一边哄着我儿子，一边在外面偷人。你把我们傅家当成什么了？冤大头吗？我没有。我这辈子就跟过傅泽明一个男人，胡说八道，婚检一定是假的，是林婉那个贱人搞的鬼。林婉，我看你才是那个最大的贱人。我为了你肚子里的种，把林婉赶走，把我们家搞得天翻地覆，结果呢？结果是个野种，你毁了我儿子，毁了我们傅家。受其前总裁傅泽明先生个人丑闻影响，傅氏集团今日开盘即遭遇重挫，股价一度跌停，市场信心严重受挫。报告流出，报告显示其患有严重的生育障碍。而此前，其情人许巍所怀胎儿也被证实与他并无亲缘关系。这一连串的反转，让傅泽明先生为爱求子的形象彻底崩塌。原来是个不会下蛋的公鸡，笑死！还搞小三儿，结果被戴了顶大绿帽。
快发头版头条，标题就用这个。我靠，惊天大瓜！搞了半天傅泽明自己不能生，笑死我了！之前还直播说老婆不能生，我小丑竟是他自己。年度最佳大戏，一个不育的男人，一个怀着别人孩子的女人，何说把原配逼走？图什么啊？图给别人养儿子吗？某落马总裁惊天丑闻，斥巨资求子，竟是为他人养孩。林婉，这就是你的报复吗？不仅要让我身败名裂，原来是个不会下蛋不的仅要让我锒铛入狱，笑死！还要剥夺我作为男人最后的尊严，让我成为一个彻头彻尾的笑话。感谢各位媒体朋友的到来，今天我只说一件事。我和傅泽明结婚5年，一直没有孩子，为此我承受了5年不能生的污蔑和压力。现在我想告诉大家，问题从来不在我。至于许巍女士肚子里的孩子并非傅泽明的，那么这个孩子到底是谁的，恐怕只有他自己知道。我和傅泽明结婚5年，一直没有孩子，为此我承受了5年不能生的污蔑和压力。现在我想告诉大家，问题从来不在我。至于许巍女士肚子里的孩子并非傅泽明的，那么这个孩子到底是谁的，恐怕只有他自己知道。老婆子，老婆子，你醒醒啊！小婉，算爸求你了，这里是5000万，是我们傅家能拿出的所有流动资金了，你拿着，就当是我们对你的补偿。我知道，我们一家都对不起你，更对不起你爸爸。泽明他是一时糊涂，是被那个狐狸精给迷了心窍，他已经知道错了。你就看在你们夫妻一场的情分上，撤销对他的部分指控，好不好？给他留条生路，他不能把这辈子都毁在牢里呀。情分？傅泽明和许巍联手把我推下，跟我讲情分了吗？我父亲惨死街头，傅泽明伪造谅解书，让你儿子逍遥法外的时候，跟我讲情分了吗？我们是我们的错，都是我们的错。小婉，求求你，你就发发慈悲，饶了他这一次吧。我父亲的命值多少钱？回去告诉你那个没用的儿子，我一个子儿都不要，我只要他还有许巍为我父亲偿命。开庭见。肃静，现在开庭。现在展示行车记录仪视频。现在展示伪造签名的交通事故认定。现在展示傅泽明给许巍的巨额转账记录。现在展示两人商议如何处理林婉的通话录音。怎么办？事到如今，只能这样了。证据链条完整确凿，被告傅泽明、许巍涉嫌故意杀人未遂、交通肇事、包庇等多项罪名，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审判长，我的当事人傅泽明确实犯了错，但他是被爱情蒙蔽了双眼。被告许巍长期以来利用我当事人对延续相恐的渴望，不断索取财物，甚至教唆、蛊惑我的当事人犯下大错。可以说，许巍才是这一系列悲剧的始作俑者和主谋。我反对，此言论严重与事实不符。我的当事人许巍才是真正的受害者，他长期遭受被告傅泽明的精神控制和 PUA。傅泽明利用他的感情和无知，将他变成满足自己私欲的工具。我的当事人许巍，无论是交通肇事案的顶罪，还是后续的财产转移，甚至谋害林婉女士，所有行为都是在傅泽明的威逼利诱和直接指使下完成的。我的当事人只是一个被恶魔牢牢控制的可怜女人。贱人！被告许巍，你声称一切受傅泽明指使，那么他让你怀孕的真实目的，你是否知情？真实目的，他就是个变态，一个彻头彻尾的骗子。肃静！被告人控制情绪。他早就知道自己不能生，他有重度少精症，医生说他自然怀孕的概率是0。他
还逼我必须在1年内给他生个孩子，不然就毁了我全家。肃静。被告许巍，你说清楚，既然被告傅泽明无法生育，你又如何怀上一个孩子？所以，孩子是谁的，重要吗？怎么生？他让我自己想办法去借一个。他说只要孩子姓傅，是谁的种不重要。为了让我死心塌地帮他，他甚至承诺，只要我生下儿子，他就会立刻跟林婉离婚，把傅家所有的财产都给我和孩子。那你借到了吗？孩子的亲生父亲到底是谁？当然，为了给傅家生一个最优秀的继承人，我找上了傅氏集团最大的竞争对手宏宇集团的张总。什么？傅泽明，你……傅泽明不是一直想要宏宇的核心商业机密来打垮对手吗？我告诉他，我已经拿到了。作为交换，我把傅氏集团下个季度的所有开发计划、核心客户名单，还有最新项目的竞标底价，全都给了张总。他亲口答应我，会给我一个傅泽明梦寐以求的儿子。审判长，被告许巍的供述牵扯出重大经济犯罪线索，严重危害了市场秩序和相关企业利益。我方建议立即对傅氏集团展开调查。休庭。针对新增重大案情，将另行审理。许巍，你个王八蛋！哼！我这是在哪儿？泽明呢？许巍呢？伯母，您醒了。法院那边终审判决已经出来了。判了？怎么判的？泽明他不会有事的，对不对？我们找了最好的律师。副总他包庇罪、故意杀人未遂、商业欺诈，数罪并罚，可能要判20年。许巍更重，无期。20年？不可能！我的儿子，我的家。还有，傅氏集团因为这次的丑闻，股价连续跌停，多家银行上门催债，董事会已经启动了破产清算程序。没了，全没了！我的儿子，我的家，全都没了！都怪那个扫把星，都是许巍那个贱人害的！你管他说话，你管你怎么说？我要杀了他！我要死了这个害人精！许巍，你这个毒妇，你给我滚出来！你毁了我儿子，毁了我们傅家，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你肚子里的野种也别想好过！我咒你们不得好死！我注定！老不死的！你以为你儿子是什么好东西？要不是他没用，我会走到今天这一步。你儿子是个废物，一个连孩子都生不出来的废物，是你自己教出来的废物。你们全家都活该，活该断子绝孙。被告人许巍犯交通肇事罪、故意杀人未遂罪、泄露商业秘密罪、同婚罪，情节极其恶劣，社会危害性至大，数罪并罚，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被告人傅泽明犯包庇罪、故意杀人未遂罪、商业欺诈罪，数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20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议庭。妈，老婆子，医生，快叫医生！爸爸，结束了。
林婉，看到我穿这身衣服，你是不是每晚都能笑醒？我没那么无聊，我来只是想亲眼看那个口口声声说爱我，却在海边亲手推我下去的男人。剥掉那层虚伪的精英大考后，还剩什么？我剩什么？我剩下满腔的悔恨。我悔恨当初在海边没直接掐死你，悔恨没有早点把林家的家产彻底洗干净。你还是不明白，你输不是因为不够狠，是因为你骨子里就透着一股卑劣的贪婪。你想要我的命，又想要我爸留下的资产，甚至还想要那个荒唐的借种继承人。别给我听那个野种！许巍那个贱人骗了我，他说那是我的种，那是你的报应。你机关算尽，连生孩子都要找人拼单，结果拼来一个野种，还搭上了你后半辈子的自由。傅泽明 AA 制了5年，最后你分到了20年刑期，我分到了彻底的自由和你的全部家产。这笔账你算得清吗？算得清，太清楚了。林婉，你真的变了，变得比我还狠。是啊，这都要感谢你，是你亲手杀死了那个天真的林婉，教我学会了怎么在狼群里活下去。我妈呢？她怎么样了？中风了，半身不遂，现在只能歪着嘴在医院里等死。你爸在卖老家的祖宅，为了给你凑那笔永远还不完的债。林婉，你这个恶毒的女人，你非要逼死我们全家吗？恶毒？当初你们全家围着我，逼我签放弃遗产声明的时候，想过自己恶毒吗？时间到了，傅泽明，在牢里好好长命百岁吧。我要让你在清醒中看着，我是如何把你最在乎的傅家一点点抹去的。林婉，你回来，你不能这么对我！谈完了，心情好点了吗？没想象中那么痛快，反而觉得有点空。为了看他这副落水狗的样子，我竟然耗费了5年的青春。那不是耗费，那是涅槃。林婉，从这一刻起，你才真正属于你自己。江晨，帮我个忙。你说。去查一下许巍在女子监狱的情况，我要确保他活得比傅泽明更精彩。放心，我已经安排好了，他在那边会有特殊关照的。江晨，带我去吃顿火锅吧，要最辣的那种，我想把嗓子里那股陈年的霉味彻底洗掉。遵命，林总。婉婉，你还是来了。婉婉，爸求求你，泽明已经判了20年，家里的房子、车子、存款全被法院收走了。你妈这药费已经欠了3天了，护士说下午再不交钱就要停药了。停药？那不是正合了你们傅家的心意吗？当年我爸爸出车祸在抢救室，你们不是也劝我尽早放弃，说省下的钱正好给傅泽明创业吗？那都是泽明的主意，我们也是被他骗了。被骗了？拿着我爸爸的命钱买大房子住的时候，你们可没说被骗。你不是最在乎傅家的香火吗？我刚从监狱出来，许巍流产了，傅泽明这辈子都不会有后了。这上面是欠的3万块，我可以交，但有个条件。你说什么条件我都答应。我要你当着这医院里所有人的面跪在地上大声喊3遍，傅家丧尽天良，绝后是报应。婉婉，这太屈辱了。那你就看着他烂在床上吧。他真的会跪吗？那老头这辈子最爱面子，面子在命面前一文不值。傅家丧尽天良，绝后是报应。这老头怎么了？疯了吧？听说儿子坐牢了，家破人亡，估计是受刺激了。傅家丧尽天良，绝后是报应。爸，你听到了吗？
这是他们欠你的道歉，虽然太晚，但终究是来了。够了，婉婉，再折磨他们，你自己也会不开心的。不，我很开心，我从没像现在这样清醒过。这是最后一次，以后生死各安天命。吃吧，林婉把医药费断了，以后的日子咱们得熬着了。我错了，我不该贪林家的钱，不该算计，现在全报应回来了。爸，我把他们最在乎的自尊和希望都踩碎了。婉婉，那接下来你打算去哪儿？去一个没人认识我的地方，重新开始。伦敦法学院的录取通知书，你父亲生前的愿望是让你成为一名正义的化身。谢谢你，江晨。爸，你在那边还好吗？那2个伤害了您的人都得到报应了。许巍，那个撞了您还躲在您女儿身边这么多年的凶手，他要在监狱里待一辈子了。傅泽明，那个您曾经那么看好还亲手提携过的男人，他也要为他的所作所为付出20年的代价。我拿回了属于我们家的一切，也守住了您的名誉，没有人再敢说您的坏话。我做到了，帮您也帮我自己讨回了公道。爸，我为您报了仇，可是我接下来该做什么呢？曾经的行业巨头富士集团，在经历了创始人家族一系列恶性丑闻后，股价连续跌停，今日正式宣布破产清算，由多家资本联合低价收购。据悉，收购方中包括了知名富商王总。傅先生，您太太的医疗费和特制护理费已经拖欠3天了，请您今天务必缴清。另外，之前在 ICU 的费用也需要尽快结算，否则我们只能按规定。知道了，知道了。股价连续跌停，今日正式宣布破产清算，由多家资本联合低价收购。其实这样挺好的。傅家的事情都结束了，傅泽明和许巍数罪并罚，刑期20年。傅氏集团破产清算，你的那部分婚前资产和应得的赔偿，法院会优先执行，很快就能回到你账上。谢谢你，江晨。这段时间，如果不是你，我可能真的撑不下来。我只是做了律师该做的事，但说实话，林婉，你是我见过最冷静、最坚韧的当事人。你的逻辑能力和执行力甚至超过很多受过专业训练的人，所以我今天想正式邀请你。我的律师事务所正在扩张，我希望你能加入我们。你的亲身经历，你对人性的洞察以及你的智慧，会让你成为一名非常出色的律师。我们可以一起帮助更多像你一样的人。江晨，我很感激你的邀请。换做以前，或者说在复仇的过程中，我可能会毫不犹豫地答应。那现在呢？现在，我不想再活在充满了斗争和算计的世界里了。为了复仇，我把自己变成了一把出鞘的刀，每时每刻都紧绷着，不能有丝毫松懈。那种日子太累了。我赢了，但我不想让那种生活成为我的余生。我想回到普通人的生活里去，找回那个在遇到他们之前的林婉。
我明白了，也尊重你的选择。平凡，或许才是最难得的战利品。如果需要，我永远是你的律师和朋友。好，朋友。我看着你哭哭的笑容，过去的种种，无论是爱是恨，都已随风而逝。现在我要去看的是更广阔的世界，要去迎接的是属于自己的无限可能的未来。